韩信走进大哥家中讨口饭吃，却不想嫂子直接将剩饭喂给了狗。阿黄，你要好好吃饭哦，吃了饭才有力气守门呢。这养狗啊，它还能看家护院呢。这养一个活人嘛，一日三餐往里赔钱，真是顶个屁用，还不如养只狗呢。原来韩信成天无所事事，只顾着埋头看书，每到饭点他就去大哥家蹭饭。可这蹭饭的时间久了，嫂子就不乐意了，这才对韩信百般羞辱。面对嫂子的讽刺，韩信只能无奈地走出大门。但为了能填饱肚子，韩信便来到河边钓鱼碰碰运气。可他钓了一天，终究一无所获。于是他扭头望向一旁正洗衣服的大娘，指责他们将自己的鱼儿都吓跑了。你的鱼钩上连鱼食都没有，鱼钓不着，还怪我呢。但韩信却抵赖称自己有鱼食，只是被狡猾的鱼叼走了。那你还等干嘛呀？还不赶紧的去再找鱼食来呀！不急，鱼钩上还有鱼食味呢。果然，下一秒奇迹出现了，韩信竟用没有鱼食的鱼钩钓上了一条大鱼。随即他拿着活蹦乱跳的鱼向大娘炫耀，可他很快就发现这条鱼根本不够他塞牙缝，便不由得开始抱怨起这个世道的不公。鱼啊鱼啊，这世道就是不公平，不是你吃我，就是我吃你，可是我吃了你也不解饱啊。随后他将这条小生命放回了河里。这时大娘走了过来，她早就看出韩信饿得咕咕叫，于是从怀里掏出热腾腾的黄面团，但韩信却口是心非地称自己一点都不饿。我见你折腾了一天了，也没见你钓上什么鱼来，还是吃了吧，拿着。不饿，真不饿，快拿着吧。随后大娘告诉韩信，自己每天都会在这里洗衣服，现在他又年纪大了，饭量更不如以前了。倘若日后韩信饿了，就到下午来这里找他。说完，大娘就抱着木盆转身走了。这让韩信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亲嫂子嫌弃他，将他赶出家门，但一面之缘的大娘却甘愿帮助自己。随后他对着面团就开始狼吞虎咽，而且韩信的初恋季桃也不曾嫌弃他，还偶尔给韩信带来果子。他们一起在树下谈论心声，分享着生活的喜怒哀乐。就这样，韩信每天靠着大娘接济的面团度过了几个月。可让韩信没想到，今天却是最后一次。小伙子，我的活呀都做完了，明日啊我就不再来了，以后啊你得另找吃饭的地方了啊！说罢，大娘就端起木盆准备离去。韩信见状，连忙说道：“等自己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后，一定报答您的恩德。”但大娘告诉韩信，自己可没想过图你的报答，只是看你一个大男人可怜，这才给你饭吃。随后便开导韩信，年纪轻轻的要脚踏实地，别动不动的就说大话。每个人呐，都想有出头之日。可是如果仅仅是想想，就心安理得的混日子，这样是不会有出息的。韩信听完朴母的话，若有所思。然而就在他回家途中时，却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：很多村民居然花钱雇人来砸断自己的手臂。这离谱的操作让他一头雾水，于是询问旁边的小哥这是怎么回事。3文钱砸断2根手指，不能拉弓啊，征兵就不能收了。这5文钱，看砸断胳膊。3个月就能好了，这2不耽误啊！原来村民们是为了躲避征兵才出此下策，而一向胸怀大志的韩信对这种懦夫行为那是相当鄙视。你们这帮软骨头，有病吧？全疯了吧？来不来？走出铁匠铺没多久，韩信又看见街上到处都在抓壮丁充军，这一切的迹象表明，此时的天下已经开始动荡。而这正是他韩信朝思夜想的绝佳机会，于是他决定前去从军，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。不过走之前，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白月光，于是他找到季桃，想要做个最后的告别。两人来到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小溪边。我要离开这儿了。你要走？可是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啊，人人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既然再无安定可言，我想趁着这个时机有所作为。我不想辜负了这一腔男儿热血。我从来都没见你拔出过剑，你能保护自己吗？我想做的事不只是保护我自己。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。你的志向是这群雄逐鹿的天下，那我怎么办？等我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项羽为了收服桓楚等人，决定表演力举千斤顶。这哪是顶啊，简直就是庞然大物！你看这么多壮汉，太纹丝不动。这事儿
咱不能承诺，不能一根筋。项羽初见那尊铜鼎时，也不禁愣了神，心中暗自生出几分惬意。龙驹见状，机灵的想要借坡下驴，可项羽却热血沸腾，毅然决然地走向铜鼎，欲要举鼎。他深知一旦失败，非但无法招揽桓楚，还会让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然而项羽还是大步地朝台上那千斤铜鼎走去。原来东郡一役后，项梁为壮大项家军，四处招揽贤才武将，便派项羽去收服附近最强的一股势力，这才有了霸王举鼎这一流传千古的壮举。得知项羽此行意图收编他们，桓楚和于英二人久居山大王之位，怎肯轻易屈居项羽之下？于是他们想出个让项羽知难而退的法子。在我们涂山脚下有一座禹王祠，祠前有一尊铜鼎，这么多年来没人能知道它到底有多大的重量。我们兄弟俩估计最少都有1两千斤重。如果项将军能将此鼎推倒扶起，反复3次，那我们兄弟俩立马打点行装，随项将军下山，如何？项羽却欣然应允。可当他们来到涂山脚下，项羽却傻了眼。只见那铜鼎高与常人相仿，10个壮汉齐力也未能撼动分毫。龙驹见状，顿时慌了神。实在不行，咱就撤。桓楚见项羽面露难色，便故意出言相激，说若觉得为难，就不必勉强，就当之前的话是玩笑。说着还邀请项羽回去继续喝酒。龙驹为了挽回面子，急忙打断，称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9鼎。他们将军仅率300勇士就能攻下翁城，区小鼎何足挂齿。只是将军见伤未愈，待康复后，定让他们大开眼界。然而项羽并未顺着龙驹给的台阶下，而是径直走向铜鼎，仔细端详一番后，试着推动铜鼎。一番努力，铜鼎却纹丝不动，项羽只好暂时放弃。桓楚和于英见状也暗自松了口气，但项羽并未放弃，紧接着进行了第2次尝试。这次铜鼎被推得倾斜了一半，桓楚、于英和龙驹都惊得目瞪口呆。然而项羽还是将铜鼎放了下来，因为他已找到更合适的角度。前2次只是热身，这次才是他真正实力的展现。随即项羽右手托底，左手抓地，用肩膀扛住鼎身。刹那间，项羽将全身力量凝聚于一身，左臂猛然回缩，右臂奋力上提，同时腰部猛然发力，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，地面竟被这股巨大的力量震得裂开。紧接着，那重达1000斤的铜鼎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，缓缓升起。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得合不拢嘴。真乃天人啊！项羽展示完实力后，将铜鼎重重放下。他望着眼前的铜鼎，若有所思，随后贪婪地抚摸着它，仿佛天下就如同这铜鼎一般触手可及。桓楚和于英2人对霸王举鼎的壮举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们也不再推脱，表示2天后就随项羽下山，不仅将囤积的粮草全部奉上，还将所有的金银珠宝献出。我这鼎举得值啊！值！好，那我项羽就替叔父感谢2位。客气了。